是4:49，路上完全没有人呢。出发去机场啦！终于到 Kota Kinabalu 了。因为我们从 KK 飞去台湾的 flight delay， 所以我们会在 KK area 走一下看一下，然后去吃一个午餐先啦。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午餐是生肉面，可能因为看过太多很好的 review， 所以我们 expectation 有点高吧，它的味道其实是不错的啦。吃完午餐过后，我们就来到这个香格里拉坦中阿如。它的风景其实是很美，可是有一点热啦。我们走到它的海边，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蛮舒服的啦。然后其实这里的食物是不会很贵啦，我们点了一个 juice， 还有一个 coffee， 我们就在这里等我们的飞机了。终于到台湾 airport 了，这里 airport 很热，然后其实 airport 不会很大罢了啦。因为我们是 book tour 的，所以我们已经跟他 inform 我们的时间了，所以会有一个 van 来载我们去圣伯纳那边咯。然后这条路真的是很摇很摇，那整个路程大概要1小时这样子，所以要准备好啦，因为那1小时如果你是要上厕所的话是不会有休息站的咯。老实讲，这圣伯纳岛它的黄昏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我们到我们的酒店了。我们酒店其实是有一点老旧啦 ，but then so far 是 OK 的啦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旧一点这样子。这就是我们的酒店哦 ，Seavest Hotel。然后对面就会有 7-Eleven， 会有 KFC， 还有 T-Life 之类的，所以其实是算蛮方便的啦。而且要走去town那边是很靠近的了。然后这个town这里就会有 Guardian 啊、7-Eleven、Waters 那些，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。这个就是斐妈海鲜楼，我们今天晚餐的地方。我们点了一个不知道是叫什么的海鲜，一个鱼肉，一个海胆，还有这个虾。虽然这个斐妈海鲜楼很出名，但是其实我觉得食物还是算 OK 这样子的啦。而且它出菜是有一点慢，然后它是会开放给那些 customer 去唱歌这样子的，所以会有点吵啦。如果你是想要在海边吃一个清静的海鲜的话，虽然有些 customer 唱歌很难听，但是老板唱歌其实还是 OK 的啦。早上起来就是从我们房间看出去的风景都是很疗愈啊，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渔船，然后很多人在那边买鱼啊这样子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酒店的早餐，其实 compare to 其他人，因为我们有听到其他人说他们的早餐很敷衍吧，我觉得我们早餐算是很 OK 啦，这个 hotel。然后我们就出海了，然后今天的行程我们会去可莱，还会去 Marble Island 哦，我们会有浮潜，还有会去那边看看一下那个岛啦。然后途中呢，你就会遇到那个 police 的，算是蛮 normal 的，因为他会 check 每一辆船，确保你们有 license， 然后你们船上的 facility 其实是符合他们的标准。这个就是 Marble Island 了啦，其实是很美的一个岛屿啦。然后你会去看到很多小孩子这样子，他们会卖你椰子水这样子，其实他们卖的椰子水不会很贵啦。如果我们上去 Marble Island， 一个人是需要付30令吉的咯。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就很疗愈，你就看到那个海水是真的是很清澈的，看到很多海星在下面，真的是到处都是海星。
然后这里其实可以下去拍照的啦，你可以给他们小费，你可以坐那个玻璃船是10块钱，但是不是一定要付的啦，这个10块钱，有很多人在这里浮潜，这里鱼其实算是很多啦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天空和海真的是粘在一起的，是很漂亮啊的风景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休息区咯，这是我们的午餐，我们的午餐就是这样子饭菜罢了，算是很普通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风景很美，就配这个风景吃饭这样子啦。那吃完午餐过后，我们就去浮潜了。这里，其实鱼还有珊瑚是有，但是没有很多啦，就是算是蛮普通啦。如果你要 compare 跟其他的 island hopping 的那些地方的话。然后这里就是那个可帕赖 resort 啦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个海龟，海龟真是很大只这样子。他们是知道那个海龟在那里，所以记得要 follow 那个 tour guide， 然后他会 guide 去看海龟会出现的地方。我们很幸运，因为那个海龟就游上来，它要去呼吸，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那个海龟啦，不需要潜太深。然后浮潜完过后真的是肚子会很饿了，所以我们就去对面的 KFC 打包一点炸鸡来吃。因为现在是4点多吧，距离晚餐还有一点时间。这里的风景还是也很好看啊。然后我们买了这个Kebanggaan Sabah的啤酒来配我们的炸鸡。圣波拉的黄昏真的是很好看。然后这里会有给你一种很慢节奏的感觉，让你会很 relax 啊，就真的是一个可以很放松的状态。然后晚餐我们就来到这个天旺海鲜，在天旺海鲜食物算是不错的，而且价钱也不会很贵。我们点了一个粉丝蒸拉拉，然后一个花蟹蒸蛋，还有一个阿萨姆蒸鱼。这个阿萨姆蒸鱼真的是很好吃，老实说所有食物都比昨晚的更好啦，所以会比较推荐这个天旺海鲜。早上起来就看到这个天气真的不是很好啦，但是还是有渔民正在捕鱼，然后我们就来吃我们的早餐。今天就有机会拍到早餐给大家看啊，就是它会有粥，然后会有一些糕点，还有比较正常的炒饭、炒米粉，还有一些西式，比如面包什么啦，食物真的是很不错了啦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island 是这个Bukit Dulang，它主要是去爬山的，然后从山上看下来风景是很好看的。但是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，所以路是很滑啦，然后大家也爬得比较久一点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，就是在雨天中爬山，只是整个鞋子都湿掉了咯，是有点不方便啊。然后我们终于到山顶了，这里看下去的风景真的是很好看的，但是因为有很多云、很多雾气、下雨的关系，所以不能拍到太好看的照片啊，但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二个 island Mantabuan Island， 我们停在这里吃午餐。然后我们的午餐还是跟昨天一样，都是吃饭跟菜罢了，算是蛮普通啦。但是这个饭菜你可以配上那个风景，真的是很好看的风景。吃完午餐过后，我们就去浮潜。这里是有珊瑚，其实算是蛮好看的，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很快就被叫上岸了。然后今天的浪真的是很大，所以我们的第3个 island 也就是 Sibuan Island， 我们就只能去一下子吧，然后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们就被迫回去了啦。然后我们这一天的 check in 的 hotel 是 C Star Hotel， 这个 hotel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 hotel， 它是在2019年才建成，所以是蛮新的，东西也都是蛮新，它只有12间房间吧，所以是会给你很清静啦。然后整间 hotel 设计都很干净的感觉，你可以看去就是海。
然后厕所这里也是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，就是你可以一边冲凉一边看到下面的海水这样子啦。然后这就是房间大致上长的样子，然后房间看出去就是一片海了。如果我们整理完过后，我们就回到它的 lobby。你看他把那个布放下，因为那个风真是太大，刚刚下一个很大的雨。如果这里其实是可以 snorkeling 的，只是你需要带自己的 goggle 咯，它的 life jacket 都是 provided 的。但是因为它靠近海岸，所以海水里面还是会有垃圾啦。如果就是 high tea 还有 dinner 的地方哦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一个pool暂时是 not working 啦，所以如果可以在这里游泳的话，我觉得算是蛮 chill 的啦。然后这是从2楼看下去的风景。tea time 的时候，你可以在这里 chill， 可以在这里喝茶，还有吃他们 prepare 的 high tea。还有我们看到就是从 Google Review 那边看到很多人讲说它的 Goreng Pisang 是很好吃啦，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。可以看那些 staff 会把那些臭耳的香蕉直接丢下去海里面，然后那些鱼会抢着吃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鱼会吃香蕉的。Goreng Pisang 来了，它的 Goreng Pisang 真的是 best 啦，真是很好吃，我现在很想念。然后他们直接把那个布拉上来，就可以看到它也是要 sunset 的时候。可惜那个云太厚啊，所以我们不能看到sunset，把整个天空的颜色还是很漂亮的。我们这里看过去就是那12间房哦，短吧，不会像马布 Island 那么复杂。晚餐时间，它晚餐真是很丰富啦，它有各种各样的海鲜，还有蛋菜、肉类那些都有。然后这就是它的甜品，它的甜品也是很好吃。然后它还有 ice kacang， 然后这些炒面、炒米粉之类的，还有就是 barbecue， 所以算是很丰盛的啦，它所有食物都很不错。看到那个风把那个布吹到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想象到它晚风是多么的舒服。在这里秋晚上的时候真的是很疗愈啦。然后对面那边就是 Semporna Town 了，所以它真的是很靠近 Semporna Town， 所以海水真是会有一点 sorry 啦，那边的垃圾会飘过来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sunrise， 我们很幸运的是可以看到 sunrise 啦，这是 unexpected 的。小螃蟹，这里真的是很多小螃蟹。然后你看那个天空的颜色，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早餐啊，早餐也是很不错啦，早餐跟晚餐都算是蛮 OK 的。吃完早餐过后，我们就去开亚哦。那个玻璃船是 free 的，你可以在这里开亚，但是有一点晒啦。我在很努力的想要去拍照。而从我们房间出来是看到很多海星啊，还有那些海里面的生物，是很美的啦。讲真的，那个风景。你看那个海星是蓝色的，这里有很多蓝色的海星。哦，
我们 check out 过后，我们就午餐哦。它午餐算是比较普通啦，如果你要 compare 跟它的晚餐和它的早餐的话，但是食物还是很 OK 的。哇，这个风景真的是太好看了，可以坐在这里整个下午，我觉得都是很享受啦，不会觉得很厌烦。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着那个船把我们载回深圳那 town， 然后等着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去喂鱼啦，所以你是可以跟 kitchen 拿那些过期了的面包去喂鱼的。哦，拜拜 Sea Star Resort， 真是很棒的酒店，会考虑再来啦。然后就要坐那个很摇晃的 van， 走那条很摇晃的路回去我们的 Tower Airport。然后我们 landed at KK 过后，我们就来这间莲花楼。听说是以前都是当地人会吃饱吧，现在你还是会看到 tourist 在这里吃啦，食物算是很不错的。